，Go。先跟我讲先嘛，要不然我的头会真粘着那个椅子，很晕呢。有些人花钱是为了买娱乐，出国旅行啊，吃喝玩乐啊；有些人买车当做买玩具一样。如果你今天预算150千左右呢，你又喜欢 Suzuki Jimny， 可是你又不喜欢它只有1.5的排气量，你又不喜欢它的没有操控、没有隔音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 iCar 03电动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来我的 POV 乱拍系列了哈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辆来自 iCar 即将打入马来西亚市场的，已经有右驾版的，它的 model 叫做03。这辆车不会很大辆啊，它不会像之前我试驾的坦克300这样。然后它的尺寸呢，其实这样子看呢，还比 Suzuki Jimny 还来的大一点的。然后它的整个外形就很越野 style， 而且它是电动车，而且有 Dual Drive 跟 All Wheel Drive 之分。价格呢，官方说会在145千到155千左右哦。这个价格听到了非常的动人呐、连我自己开上了它之后啊，我可以说我真的很爱它。它的整个底盘很欧系，油门精准，方向盘精准，整个驾起来就是不是那种随便成品，随便做一个电动车出来交功课就算，而且底盘很细腻，我很喜欢这辆车。iCar 呢，其实为什么多了一个 U 在那边呢、其实那时候在 Auto Show 的时候我有讲过，因为 iCar 这个字呢，在很多国家已经注册过了，所以它逼不得已要加一个 U 在后面。可以叫做 iCar 啊。总之我叫 iCar， 大家都明白了哈。这次呢，官方说带入马来西亚的规格呢，还不能给我们确定。现在这辆车虽然是右驾版，可是到时候进来的话呢，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配置哦。简单来说，还是有前驱跟四驱的版本之分。前驱版本呢，最高功率181 HP。222个牛顿米的扭力，那电池65.7 kWh 啦，续航呢 WLTP 362 km， 而四驱版本呢最高功率275 HP， 最高扭力385牛顿米，电池容量69.8 kWh，WLTP 355 km， 支持80 kW 的快充，还有6.6 kW 的 AC 慢充，30到80%的充电大概30分钟就可以充满了。当然还有 V2L 啦，3.3 kW， 所以你去露营吃火锅完全都没有问题。不管是乘坐空间，还有的内饰空间，都给大家觉得都非常的宽敞。之前我介绍过的坦克300，其实它也是有一样的功能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lock， 锁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尾门就关不了了。当然没有备胎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这个就是 subwoofer 吧。有 Infinity 喇叭哦，这里后面有一个刹车灯，这里后面有一个箱子。哇，这个拿来放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直线放10公斤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可能我的摄影器材还是什么，狗也放不进啊。轮胎尺寸为2555R19，前后一样的轮胎尺寸，来自于 GT Control P10 的轮胎，前面有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后面也是有一个，多过一个拳头的高度，非常标志性的 LED 的日行灯，还有一个头灯 ，iCar 的 logo。晚上这里亮个 I。如果以后有机会想买这辆车，不妨可以联系我跟小蚊子，已经可以下定了。这辆车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，我身高173，然后我的腿部空间呢，大概剩下一个拳头，这边都是平的，非常的 good job。虽然还有四驱，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，还有60瓦的 Type C， 还有一个 USB 接口，头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多，很宽敞，我很喜欢。你看那个镜子大个了，坐在这边不会有压迫感。中央扶手，还有 Infinity 喇叭，开关门在这里。哦，后面的窗竟然可以开到完呢！啊，没有错的吗 I'm here。哦，它是语音控制诶。Open the fucking sunshade。Open sunshade。The command has been executed。那你再试。开了，我听到了。你讲 open sunshade 就开了。总之是不要开门哦，开门的话它会杂音很多。开了遮阳帘之后的感觉就是很大很宽敞，8项的电动座椅调节，风停式踏板啊，还有的打开一下引擎盖。引擎盖引擎虽然还没有引擎啊。那这里有一个仪表，可以看你的时速啊、驾驶模式啊、电量啊，还有你的档位显示。这里调空调。这边会显示它的温度啦，这边是调你的音量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快捷键，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都是手动的。这里有一个怀档哦，
跟奔驰一样。Signal 呢是在左边，还有雨刷控制，还是来自这边。这里是打开跟关闭它的天窗。这边有一个 Q switch 哦，呀，电动车应该很需要的，按了之后就断电。这个主机我就不玩太多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主页面就是这样，可以控制一下你的车啦、门啊、开关啊、锁门啊、充电盖啊、开关啊，这边有的调啊，然后这里冷气控制在下面啊，然后这边就是调车子的一些设定啊。未来在拿了车之后，慢慢给大家解释。主要这一期的视频还是以驾驶为主哈。驾驶模式这边按，那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选项，一系列的。OK。USB 接口，还有一个 Type C， 下面这里有一个储物空间很大，这里还有一个无线充电，还有一个出风口，让你的手机降温。那如果要打开这个 Glove Box 啊，这边按一下，你看到这边有个 Glove Box， 按一下它就开了，像 Tesla 一样。哦，这个美，这个真的美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前面有什么。哇！完全没有东西看，因为它有盖子盖起来了。首先坐下来第一点呢，我会发现到这个头枕竟然有 Mickey Mouse 头枕呢，而且很软，所以我开车的话，我的头放在这边是很舒服的嘞。而且你那边也是有啊，然后身高也是刚刚好。这次我首次呢试驾一个电动的这种越野型的小轿车，我不可以说大型吧，因为 V23会更大，这个03的话呢会小一点。进来这辆车是不需要按任何的 start button 的，你其实上车踩一下刹车就基本上就可以了的。这辆车是一个怀档，像奔驰一样。你要驾去哪里？哦，今天呢这个主办单位跟我们说，你要驾去哪里都可以，没有问题哦。所以啊，整个视野哦，这样子坐在上面哦，你感觉到有一点像在驾那个坦克300，你懂吗？还记得吗？你坐在这个角度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引擎盖这样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可是这辆车其实一点都不高。如果你说高的话呢，坦克300那个才叫高啊！哇，这个油门的响应很不错，现在这是 Sport 啊。这个时候哦，我就觉得真的要吐槽了，为什么很多电车都不要放 button 在这边啊？反正 V23会有诶，V23就在这边和 Aircon 啊那些操控都有诶。啊，我们去哦，还有很多个吧，好吧？很多个，我们来算一下还有多少个啊？Normal、Sport、Custom 算吗 ？Custom、All-Road， 然后 Slippery、Beach，OK， 然后有 Beach、Muddy， 喂，哇 ，Bumpy， 很多诶。衣裤，哇，我都忘记了。总之不用这样多了，normal 就好 ，normal sport 就算了吧。总共有10个是吗？你刚刚这样子听。太多了 ，OK， 因为这辆车是 all-wheel drive 的，啊 ，all-wheel drive 呢，这辆车可以产生275匹马力，还有385个牛顿米的扭力啦。我现在要穿 sport 啦，踩一下。哇，我的头是一直顶着的，哇，这个能不能是那个？我的整个人会不会粘着椅子的那个测试？因为它的0到100才6点多秒。有了，它粘着我的头。所以它不会太暴力嘞。这辆车虽然它马力也不高，才一个200多匹而已。哦。啊，可是它那个 instant 啊，你看。啊。市区。啊。可是它的电量也没有加很大 ，WLTP 来讲可以走一个355 km 了，反正很好驾下来这样子。底盘哦，很像欧系车嘞，不像我们一般上架的那种中国系车哦，很软，左右晃动它，这个好像 always to off road， 可是它又不是 leather frame 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而且我觉得城市驾也是觉得嘎嘎好的。Okay, ready? 3 Okay. 2 1 go。哇！可以吗 ？OK, good。它连双向灯都自己出来了。OK， 它的起步哦，它没有很暴力，它就是反而是那种很顺哦，慢慢先起步先，到40了它才给你
feel 那种到那个 full throttle 那种感觉。我看到那个扯的感觉还是过后中间一点点它就来了，那个感觉。是，尤其是走30这样子，我一踩，哦，这个就是电车该有的那种瞬间扭力嘛。你可以先跟我讲先嘛，不然我的头会真连着那个椅子，很晕呢。为什么还要去买 Jimny 呢？虽然 Jimny 是，它是电油车，它是汽油车，可是它的 top speed 才有140，我这辆车也是差不多这样，可是我的车又有操控，又有隔音，又没有引擎声，已经足够好过它了。虽然 Jimny 我知道越野中的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灵活性。那这辆车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去试越野啦，那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去试一下这个 iCar 03，它的越野是怎么样？哇，这个还是算你的车倾斜角度这是越野的时候会用的，真的不让我失望。操控也不错，隔音也不错，哇！而且你看它这种驾电车感觉有没有？9个 mode， 还有9个 mode。你看我在城市穿梭，其实很好操控啊！你看呢，那个 steering 也不用摆这样多，就是这样子。呼呼呼！好驾哎，我喜欢。等一下到我家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来载你。DVR， 哇，原来还是4个的嘞。跟 Tesla 一样，它有4个镜头，然后可以有行车记录这样子哦。哇，我们得给前面报哦，这个还给4个，你看。我相信它的方向盘是走那种sensor 对 sensor 的，它中间是没有一个 shaft 像我们传统的汽油车这样。Tesla 也是用着这样，它是感应跟感应，所以你看我的转向其实不用很多，1圈多一点就转完了。哇，你 review 车 review 到这样细啊，连它转向多少人都有去看的。有，很重要。你看有些舒适性的车是不是它的方向盘转2圈多的？性能车可能我驾过最夸张的就是 Focus ST 啊，其实不到1圈我已经转完了，那个是太夸张了。转个弯啊，一只手，幅度也不大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我喜欢了，真的是太喜欢了。如果它的价钱官方还没有讲啦，官方是说145到155，在这个价位当中啊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玩具耶。因为通常买电动车的人哦，家里都是有汽油车了，真的是玩到闲了。他们真的很想买一个电动车，又好像这辆车又特别又可爱。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，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，去跟人家吵架啦，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。30岁了，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。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，还会自我怀疑一下，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？这几个月的我呢，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，所以我交给了 SEMI-EA 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。外汇大家都听过了，什么是 SEMI-EA 呢？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了，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。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关，都是他们在操控，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。所以 SEMI-EA 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最低门槛500块美金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，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，不多，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。当然，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，不求一夜暴富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！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，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，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，还有机器人的表现，先进群了解看看啦。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，投资有风险，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。3、2、1，踩完。电车的快乐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如果头粘着在椅子的话，我是 feel 到了，这样，然后有点感觉坐飞机，哈哈哈。飞机要起。它的那个声音是很像飞机的那种声音的，那个电机的声音。这样哦。来听看。这是 lane departure 的，可以再踩。
a nice car to drive, eh? 哦，可是它电很快也是哦，它的电量现在45啊。因为我一直踩嘛。So, 哦 ，nice。哦，刚才你用那个 spot 到我咯，哦。那 aircon 关掉了。我你踩完它 aircon 会关一点哦，转左。哦，是诶，没有错。哈哈哈哈。爽哦，踩左踩爽哦，真的是越踩越爽哦，哇，那个 instant knock。它的厉害就是超车的时候啊，它超车的时候就是很爽，一踩又来哦，那个动力。哇 ，kill me，I kill me， 可以哦，玩了，爽啊，玩上瘾了啊！你欺负我吗？那我欺负你哦。我是问你好不好玩而已。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哦，各位网友，你们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一下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还挺排斥 EV 车的？因为我自己驾了哦 ，EV 车，我摩达 E5 啊 ，BYD Lion 啊，驾了这辆车，其实我觉得它的给我的那个驾驶的乐趣很高哎。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啊，然后可以达到这样子的速度，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是真的是很不错啊。以前我在改装界在改装界做的话，那么欧系车 ，OK， 他们价格真的是的确比较高，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的表现，这样子的 horsepower，OK， 我理解。可是现在以这样子100多千哦，一个 EV 车能给到你这样快乐的感觉，为什么你们还是会 prefer 油车呢？因为打油只需5分钟。OK， 那我们如果讲接下来以后充电是2-3分钟的事情，这样你们会不会选择充电呢？没有话说了咯。手机以前很多人排斥智能手机，因为智能手机很耗电。现在的时代有谁不用智能手机的？然后如果是很快没有电也没关系，我们有充电宝。没有充电宝也不要紧了，现在我们的电池很耐用了，所以以后车也会进步到成这样子咯。所以这是未来啦。你好驾吗，先生？好驾。以一个女生来说 ，steering 又小小力，不会太大力。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喜欢有 button 啊，像我的要换 sport mode， 我还是要来这里按尤其是像我没有办法太过分心的人呢，如果要按这边呢，我就看这边，我就没有再这样看前面了。可以咯。现在我们真的是很依赖这种科技啊，我们就会看那边有没有到达。哎呦喂的，哇，它有照下面的嘞，好驾驶感受10分里面给几分？9分哦，我觉得喜欢哦，嗡嗡嗡。这个150千的价位哦，你知道在早几年前可以买到 BYD Atto 3不了吗？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嘛。然后呢，如果你150千的这个预算里面想要买一个电动车啦，我不要把 Suzuki Jimny 拉进来了，因为它毕竟是油车。我们拿电动车来说，它的驾驶感受哦，10分里面我真的是也是给9分，甚至你觉得比欧摩达好驾吗？外貌我给10分，10分里面给10分，因为我喜欢啊。内饰空间没有的话好说，已经这个价钱里面 very 的 good 了啦。我嘞 ，OK， 你给我几分？无价之宝，所以就5分啊。0分。然后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你讲我0分啊？你讲我0分啊？你讲我0分？我没有0分。